最近啊，有人把10年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节目单调了出来，跟现在焦点访谈正在播出的节目做了一个对比，就发现啊，真的是天壤之别啊！10年前的焦点访谈主要的还是报道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老城改造啊，包括退休工资的工资单呐，包括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啊。但是现在的焦点访谈基本都是什么新航路领航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什么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啊，就这些话题啊，就是当年是报道问题，现在呢基本上全都是歌功颂德啊，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记得当年的焦点访谈还曾经是一个以报道社会问题为主的节目。但我要说啊，这些人可能还没有调出20年前的焦点访谈，25年前的焦点访谈。那个时候的焦点访谈，你如果看一下他的节目单的话，那跟10年前相比，那已经是要比10年前要新锐得多，要犀利得多。所以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在中国的社会进程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它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沦为了这么一个宣传工具了啊。那么今天说这件事情，我是想讲一下，就是我跟央视的渊源和经历。我呢是98年进入的中央电视台，然后是2006年年底离开的。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18年。我进入央视的时候呢，我是一个新闻的素人，我过去呢没有离开过高等学校，对这个整个社会的了解非常少。当我离开央视的时候呢，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深的记者。应该说，我所有的新闻经验，也包括我对新闻的理解，都来自于我在央视工作的18年。当然啊，我这18年的经验啊，这个经历啊，也备受很多人的攻击。在国内就是如此，很多新闻的同行，其实他们对央视也是有一些偏见。我现在离开中国，那就更是如此了。很多人都知道央视是一个宣传机器，是吧？那你在这样一个宣传机器里工作18年，你肯定是不是什么好人，对吧？所以我很想把我自己在央视工作的18年的经历啊，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讲这段经历的目的并不是给我自己树碑立传，因为我在央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记者啊，跟这个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比起来，那跟他们的名气比起来差多了啊。但是呢，我所经历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啊，那个时代啊，正好赶上了新闻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正好赶上了中国社会啊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在社会上问题特别多，但新闻机构里头，新闻改革向前推进，他们呢有许许多多的新闻人呢，用自己的这样的调查也好，报道也好，其实在监督着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所以呢，其实那个时代啊，至今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是蛮令人激动人心的。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记录价值。所以我讲我在央视的这个工作经历啊，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说本质来讲啊。我只是把我自己当时工作的片段，我记忆的片段，把它整理出来，以便后人呢更好地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也包括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机构啊。因为我是98年进入的中央电视台，其实我进入央视还是一种机缘巧合，就是我当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讲过啊，因为我一开始是参加6·4嘛，所以受影响。我呢，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被打回到了河南洛阳，就是我父母工作的城市的人事局。那么我在那个地方进入到了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那么2年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内蒙古工业大学当老师。因为当时我结婚之后，我太太在内蒙古工作啊。我和我太太是大学同学啊，她是化学系的，然后我后来从化学系转系到政治系。然后我到了内蒙之后1年，她就从内蒙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么研究生啊，那么我在内蒙呢也就没什么事情，就开始复习。2年之后呢，我也考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当时工作的内蒙古工业大学是一所边疆的高等学校。当时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年轻人心里都比较活泛，为什么呢？大家都不太愿意在内蒙古长期工作，因为一方面觉得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有活力，另外一方面那边收入高啊，社会开放啊。但是对于内蒙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啊，它一方面收入非常低，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管理也比较僵化，人的思想也比较保守。所以我在内蒙古工大当时生活的那个8号楼，就是年轻人单身宿舍楼，里面的大量的青年教师啊，
大家都在复习考试，准备逃离这个地方。所以学校呢就针对这个研究生考试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你第一只能考在职的，不允许像社会其他那个单位一样，统考统招考研究生走。第二，如果你毕业之后不回来，那么就要罚钱，罚多少钱呢？硕士毕业如果不回来，那要罚4万块钱；如果博士毕业不回来，就要花9万块钱。现在觉得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当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我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大概300块钱，那你想想4万块钱就是10年的工资，如果考上博士不回去，就是20年的工资。所以其实学校是制定了一个他认为我们根本还不起的这么一个赔偿标准，以便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在外面学习完了之后，还继续回到内蒙古工业大学当老师。当然了，客观来讲啊，后来有很多人实际上毕业之后都没回去，啊，有的人根本就不要档案了，就跑掉了；有的人就到了新的单位，让新的单位给他们另建一个档案。我考到了北大之后呢，我96年考上了北大的这个历史系啊。这2年之后，其实我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回不回内蒙工业大学呢？我当然是非常不想回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我到一般的单位其实就职其实也很困难。那个时候，其实啊，我平时在学校就比较关注社会问题，就开始陆续在一些报章上写一些评论文章，包括南方周末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比较关注新闻。而那个时候的电视呢，新闻呢就已经影响非常大了。每天早上的东方时空，晚上的焦点访谈，几乎是全中国人呢每个人必看的节目。话说当年的新闻改革啊，平面媒体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而电视呢就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代表。这个新闻评论部呢，最早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央电视台一个叫《观察与思考》的栏目，孙一胜啊、袁正明啊，就这些人啊，当年都是在这个地方起家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焦点时刻。焦点时刻搞好了之后呢，又变成了焦点访谈，又加上一个东方时空，成立了新闻评论部。那么东方时空下面呢，又分为3个子栏目，一个叫生活空间，就是讲这个老百姓故事的这个纪录片栏目啊，他的制片人是陈芒，咱们以后有机会还要讲到的啊。再一个就东方之子，就是访谈一些国内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人啊，是个科学家啊、医生啊、政府官员都有。再有一个就是时空报道，时空报道跟焦点访谈类似啊。那么焦点访谈下面呢，一共有4个记者组，就记者1组、记者2组，主做焦点访谈；记者3组是主做国际报道，记者4组就是做这个时空报道。那么我进入中央电视台，实际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时空报道。我怎么进入的呢？就是我当年在北大，当时百无聊赖啊，正在这个彷徨之中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在三角地突然看见了一个广告。这广告就说中央电视台啊，东方时空招人，不要求你学过新闻，你都可以去报名。那我一看，眼睛一亮，这是机会，对不对？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是那年11月份还是12月份，就是98年的。我呢就那一天我就去那儿去参加考试去了啊。那个地点就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对面的科情，你看科学情报中心什么之类的，就那么一个楼里。一进去之后呢，就是有一张椅子，你一坐，对面就是个摄像机。当时李媛媛制片人4组的制片人李媛媛，旁边坐的是何浩，啊，就问我俩问题，就问我这个天价月饼啊，这个包装啊，这个很贵呀，怎么看呢？因为我当年比较关注社会问题嘛，我就随便回答了几句就被录取了。事后我知道呢，这是李媛媛他们这个记者4组中间有一个当时比较资深的记者叫何浩。他呢就不满足于做这种10分钟的专题片，他就做一些大型专题片。当时他就筹划做一个故宫文物南迁的片子，于是他就想找一些社会上没有学过新闻，但是教育又比较好的这样的人进到记者组，然后跟他一起来做这个片子。那这个对我来说应该说是正合适，因为我本身是学历史的嘛，所以我进到节目组之后没几天，他们想去台湾采访，我还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秦孝仪院长写了一封信，就希望能够去台湾去采访故宫的南迁的一些文物。大家都知道最后是运到了台北嘛，当然秦孝仪还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说这个不合适，不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啊。我进入这个记者四组的时候呢，其实正是赶上新闻评论部啊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是当时啊社会问题啊比较焦点集中的时代。
1999年的1月4号，大家都知道四川綦江彩虹桥垮塌，导致了40个人死亡，其中有18个都是武警啊。全国的记者全部拥到了重庆的綦江，是我们焦点访谈节目组就到那地方做了报道。当时我还有印象啊，你看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南方周末啊，包括当时的北京青年报啊，这些记者通通都云集綦江去做报道。这报道的过程中间就发现，这个桥在施工的过程中间存在着很多问题。这施工的人过去没做过桥，然后呢，他这个工程又层层转包，导致那个质量完全没有这个达到标准，最终就在一个活动的过程中突然垮了，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然后呢，就在记者媒体这种穷追猛打之下，首先是把这个承包商给抓了起来。这个承包商当时一审判了死刑，后来这个承包商呢就开始把这个县委书记供了出来，就是县委书记收贿赂，于是这个县委书记也被抓了起来，最终这个县委书记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这个记者啊、媒体啊对这个社会监督的力度啊。我在进入央视之前啊，当时焦点访谈搞了一个特别行动，叫在路上，就是从北往南。因为当时全国各地这种乱收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公路上乱收费，很多这种大客车的司机、大货车的司机苦不堪言。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焦点访谈的记者呢，他们最擅长的一个武器就是偷拍，就是用那个偷拍机。我们当时也是经常用这些偷拍机。偷拍机有用眼镜的，也有钢笔的，也有一个包里夹着挖个孔来做偷拍的啊。当时这个焦点访谈的这个记者们，他们就是策划了一个特别行动，就是从北往南，从山西一直往南走，一路上就跟随这个大货车的司机，沿途去拍摄当地的这些乱收费的这种景象，把这些乱收费的这些人的飞鸿跋扈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欺压百姓的这种状态都给拍了下来，然后就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出。这些节目播出之后影响巨大。在焦点访谈这个最鼎盛的时期啊，这些记者出差的时候，我的当时那些同事就讲，他说他有一次有一个经历，他说他在这个火车去出差的时候啊，回来的路上，当时那个火车上的营业员就把他们接到了软卧包厢，晚上看他们拿着这个设备嘛，然后那个乘务员给他们拿来热水洗脚。他就说他当时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普通的老百姓啊对焦点访谈记者的那种尊重和期望啊。我进入央视的时候呢，因为一开始是跟着何浩拍这个大型专题片嘛，这个文物南迁，拍完了之后呢，又拍一个玉石之路啊。中间呢，我也开始就在记者四组就开始陆续做一些舆论监督的节目。我至今还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独立出差做的舆论监督的节目，就是到安徽啊。安徽那个叫什么地方，就是专门太河那一带，就是中国的这个药材批发市场啊。我做的那个节目名字叫医药局长卖假药，就是就当地的县里面的医药局局长自己参与这个假药的倒卖过程。这是我独立做的第一期节目。当时新闻评论部所有的栏目啊，大致上跟我都差不多，就是基本都是临时工。所谓临时工呢，就是进入这个栏目组啊，不需要户口，也不需要档案，然后呢，制片人看你顺眼，你就到这个地方可以工作了。然后你学2天摄像机，你会用了，你就可以出差了，是吧？因为在新闻评论部啊，当时有300-400人嘛，这300-400人中间有正式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大多数人都是像我这样的人，而且他们出差的时候呢，也没有正式的记者证，他们就用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出入证是一张塑料卡，蓝卡。其实这张卡呀，是出入中央电视台大门用的。很多记者出差的时候，实际就拿着这个出入证去当记者证去使，然后出差的时候，组里会给你开一个介绍信，证明你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话，就当年焦点访谈的记者曾经拍过，是河北的一个法院的院长嘛。当时面对记者的时候，讲的那段话，他就拿着记者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的那个证，那个证实际上就是出入证，并不是记者证。他说：“你这是金子做的啊？”他说我们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这一段都被拍了下来，拍下来就播出了啊。就是那个
非常令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镜头前的那个证，并不是记者证，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记者编制嘛，也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这样的一个记者的编制嘛，所以我们拿不到记者证。后来我们的记者证问题是广播电视总局后来给我们单独发了一个记者证，后来广播电视总局又跟新闻出版总署协作之后，我们拿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那都是很多年之后了。早期在央视做记者的时候，常年出差是没有记者证的。但是由于我们是真的是央视的记者，所以没有记者证，当地的人也害怕，所以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也并不会拿着我们这个所谓的那个证件的真假问题去做文章。我刚进入到央视没几天啊，就赶上了新闻评论部的年会。这新闻评论部的年会啊，在央视内部赫赫有名啊，因为新闻评论部的几个栏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这4个栏目啊，这些里面的员工啊，大多数都跟我一样，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也基本上都是临时工。然后这些人呢，有这个退伍军人，有大学教师，有我像我这样的研究生毕业的，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甚至连保安都有。然后他们来到中央电视台这个地方呢，只有新闻评论部可以收留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用人机制啊，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他们凭借的就是自己对电视的热情，对新闻的热情，聚集在这里啊。他们的才华呢，一部分在电视节目中间体现出来了，另外一部分呢，就通过这年会呈现出来了。所以新闻评论部的年会啊，很多央视其他栏目的人都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到这儿来看，因为觉得好看过瘾。因为这个年会基本上看不到领导在这里头那种怎么说官僚主义的那种讲话，更多的都是各个栏目啊自己才华的呈现。在这新闻评论部的年会里面，最精彩的就是各个栏目每个栏目自己出的节目。我刚进入到评论部那一年呢，我记得那一年的年会好像是在北京的九华山庄召开的。这九华山庄呢，是北边的一个温泉。在那一天啊，各个栏目的制片人还有部主任要摆摊儿给大家来服务，因为平时都是他们管着大家嘛，所以那一天的时候啊，他给大家提供服务。到晚上的时候，各个栏目的节目啊就开始轮流上演。我至今还记得当年那个年会，那一季年会最精彩的就属他们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的节目。这实话实说呢，那年出了个什么节目呢？就叫昌平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一开始，崔永元在台子上摆一个桌子，崔永元坐在那地方说：“他说，昌平电视台焦点访谈向您播出，是吧？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焦点访谈的节目，他们的记者平时啊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啊，专门拍摄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现象，然后呢，那他们自己在生活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请看昌平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报道。咵，精彩的来了！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啊？他们那一天呢，就找了2个新来的人，那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海啸啊。他呢，这个刚来，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他，他们找了2套正式的警服给他们穿上了。穿上之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在从中央电视台通往九华山庄的路上啊，在路口堵这个领导和知名主持人的汽车，因为他们都知道有车牌号嘛。然后很远的地方就把那摄像机藏起来，拍摄整个过程。有堵的，有部领导的，也有各个栏目制片人的，还有这些主持人的。光焦点访谈的关海英就撞到了枪口上。他们把这个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关海英的车拦下来，说：“你违章了。”这关海英问他说：“你们是哪儿的？”他说：“我们是昌平交警支队的。”这关海英，你想啊，焦点访谈的制片人路子很广啊，昌平市公安局的人认识啊，他就把电话拿出来，那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一个电话打到昌平县公安局局长那儿去了，然后他就呜噜呜噜的电话里跟人说了一通啊，估计肯定就是说你们这底下人怎么还把我给拦住了？然后他就把电话交给了那个对面的2个假警察，说你们领导跟你说话。然后海啸接过电话之后说：“喂，听不清，啪，把电话挂了。”因为关海英他觉得他好像没有违章，所以他在跟这2个假警察说话的时候态度就不是特别好，整个这过程就全部给拍了下来。然后紧接着又拍的那个一个知名主持人，说过来之后，啪，车厢打开，说
这个要检查他车厢，一打开后备箱里还有茅台，说哟茅台呢，谁送的呀？然后那主持人面对他们还在那解释啊，就整个这个过程，他们当天拍摄，当天剪辑，然后晚上做年会的时候就给播出了。播完了之后，崔永元坐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说，焦点访谈不有个片首语，有个片尾语吗？片尾语他就讲，他说各位看到了吧，这些焦点访谈的记者啊，领导啊，平时在节目中间，他们都是针砭时弊，拍摄其他人的丑恶现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看他们，当他们遇到这个警察执法，还有那什么的时候，他们跟他们自己拍摄的那些人呢，是一个嘴脸，是吧？可见每个人在生活中和他的行动中都不太一样。哇，底下这个潮水般的掌声啊！那当时那个关海英是焦点访谈的制片人，在底下看的时候脸都绿了。所以当年的评论部年会啊，以整领导为特点，所以拍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大家都知道，网上流传过中央电视台有3部，这个片子叫《大史记》，一部叫《粮食》，一部叫《东方红时空》，还有一部叫《分家在十月》。这3部片子都是当年新闻评论部年会的作品，其中《粮食》是第一部，是当年新闻评论部生活空间栏目的做的。其实心里另有打算，所以这些做片子的编导跟孙玉拜的人面和心不和，矛盾时有发生。骂臭谁呢你？鬼子！你知道孙主任他爹谁啊？孙玉胜，15大代表，集中新闻，他有什么份讲？多伦的开路。从前课文和周深的关系不错，这他妈什么蛋？多伦的开路。对。第2年，这实话实说栏目就做出来了，分家在十月。那个当时粮食那里头讲到什么叫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啊？听我的就是求实公正平等前卫。那片子里的那个人叫孙玉拜，就是孙玉胜的儿子，是吧？这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就是孙玉胜写的新闻评论部的部训。这分家在十月里头，是吧？让白岩松开汽车，白岩松说是什么理性的4环路，激情的平安大道，最后啪一枪把他打死了。然后那个崔永元在那说，这个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把中宣部给绕开，什么之类的哈，就这些话哈，都非常经典啊。第3部呢叫《东方红时空》，这《东方时空》的总导演呢，就是那个《分家在十月》里面那个杨继红大波波娃，他是实际上是各个栏目自己出的节目凑成了一台晚会。我至今还记得那《东方红时空》里头，白岩松讲了吗？他说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是能耐，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这个是无能，是吧？他就自嘲嘛。当年他这个段子在我们那个第1年召开年会的时候他就讲过，我当时在底下的时候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就是白岩松啊、崔永元呐这些主持人呐，当时已经在全国是非常知名了。我了解他们基本就是通过电视上嘛才认识他们，但是现在一夜之间成为同事了。他们在自己年会里面所表现的那个状态，跟屏幕中间真的是反差太大了。因为屏幕上不管它是一个严肃的还是一个幽默的那种状态啊，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式的。但底下所表现的那种状态，确确实实，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人，而且这些人表现出来那种创造力和精气神啊，那是写在评论部每个人脸上的那种精神状态，确确实实不太一样啊。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或者说不太适应的地方吧。比如说那里的人，很多人会讲脏话，因为我从小基本上进入央视之前啊，我都是在学校里待着的，要么在学校里学习，要么在学校里工作，我没有进入到过社会，我也不太会说脏话啊。但是央视的很多人平时中间口头禅里头会讲脏话，我就挺难接受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整个那个单位啊，工作环境比较一般，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只有西边那个方楼嘛，因为发展比较快，方楼里头能够给的办公室非常少，所以一间办公室经常大家没有办公桌，到那个地方，然后打印机还是那种针式打印机，所以我当时也非常震惊，就是一个在全国影响力这么大的栏目，
办公环境啊还比较简陋啊。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这一帮这个临时工共同创造了中国电视市场啊最牛的这些电视栏目，无论是实话实说还是新闻调查，无论是焦点访谈还是东方时空啊，我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啊进入到了这个栏目，共同见证和参与了这个过程。好，我今天就想到这里，咱们以后有时间咱们再慢慢聊。雄鸡一唱百鸡唱，咱们的事业正兴旺。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1993年12月1日，新闻评论部成立。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4月28日，实话实说开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毛看买吗？哎，带马菜可不带，我倒是不着急，可是梁主任他着急呀。这么多日子，小梁子还没搞定，小梁子有点离挺的意思呀。80年代的电视是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是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但是要玩完。回过头咱们数一数，新闻真操蛋，新闻没有不真实的，这就没有不及时的，节目没有不优秀的，观众没有不忠实的，访谈没有不全面的，记录没有不生动的，观众没有不新颖的，直播没有不成功的。好孩子总是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好老婆总是邻居的道路是曲折的。多年来咱们是当孙子是当孙子的，今晚就要当爷爷就要当爷爷。网赛没有不完美的，大赛没有不激烈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年会没有不热闹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参与没有不积极的，表演没